家好，我是助教谢承佑。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无线充电系统的应用，以及如何应用在猎人系统上面。那这是我的 outline， 这个部分我会介绍一个无线电力传输系统，其中包含整个系统的概念。这个部分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个无线电力传输系统大致上是如何进行的，而之后会介绍市售产品所采用的规范。这个无线电力传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被规范限制市售所有的产品的话，会有不同的规格，这会让很多产品没有办法互相使用，就很像早期的手机充电线一样，这很不方便，对吧？随后我会介绍无线电力传输的好处，这是除了目前为何大部分公司都争相努力开发的原因，也是构成市场热潮的一大原因。在这个部分的最后，我会介绍几个目前市场上相当有趣的无线充电应用。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整个影片里面最有趣的部分，毕竟一门技术要应用在生活中才具有意义。毕竟科技本来就是要拿来造福人类，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便利。那这个部分我会介绍一下无线充电系统的一个概念图。从图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无线电力传输的概念图，其中大致上可以分成传输端以及接收端。传输端主要是由市电插头得到一个交流电，经过交流电、直流电的转换器转换成一个稳定的直流电，之后经过所谓的逆变器转回交流电。这时你一定会疑惑，为何不直接使用市电得到的交流电就好了呢？因为它没有办法直接符合大部分的应用，必须借由逆变器来转换成我们所需的交流电，才能符合我们的应用。而转成交流电之后，我们就会透过天线传递我们的交流能量，也就是图中的 resonator。而当中的 impedance matching network 主要是用来提升效率。到了接收端，除了也需要一个天线接收能量，也需要一个整流器来将交流电转成一个直流电，以便后面的负载抽载。因为我们的3C 产品几乎都是使用直流电，所以这个整流器在无线电力传输上是非常的重要。刚刚看了一张无线电力传输的概念图，相信一定还是有一些不太能理解。这里举出一个目前最常见的无线充电应用——手机充电。从图中可以看到，这是一只手机放在无线充电板上，而当中所使用的概念可以由下面的看得出来。它一样是借由一个电源来转换能量到接收端，经过里面的整流器转成所需稳定的直流。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后面多了一级直流转换器。因为每一只手机所需要的电压不一定相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直流转换器来使电压变成我们所需要的电压。此外，一个完整的无线电力传输应用上会加上通讯功能和发射端连接，使接收端发现电池充饱电时，将发射端关闭，以达到节能以及安全的目的。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会介绍无线充电应用产品所需要遵守的规范。从投影片上可以看到，目前市场上的无线充电产品主要可以分成2大阵营，分别是 QI 以及 AirFuel。其中 QI 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因为知名品牌苹果的无线充电功能就是采用该规范。QI 规范中主要采用的传递方式是所谓的磁耦合传递，它的优点就是操作频率低以及架构简单，但缺点就是传输距离较短。而另一个阵营的 AirFuel 则是采用所谓的磁共振传递，它的主要优势是传递距离较磁耦合远上许多，但是由于操作频率较高以及架构较为复杂，使得设计上会难上许多。而这2个阵营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而如果你要根据你的产品去选到最好的规范，才是最佳的应用。这样。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会介绍3C 产品采用无线充电的方式会有什么好处。手机上还是有许多的接口，其中以充电口最大。若手机具备无线充电功能，未来有可能可以使手机的充电口直接移除，
这样手机的防水功能就可以做得更彻底。第3个优点就是便利性，相信各位应该都有要出门时不小心把扯到正在充电的手机的一个经验。试想，若充电时不需要任何线连接，我就可以轻松地把手机拿起来出门，而回来时也不需要花心力去找充电线，只要简单的把手机放在充电板上即可。这也是科技进步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方便性。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会介绍一下无线充电在市场上的一些应用。那这里举出了3个有趣的无线充电应用。第一个就是智慧保温杯。一个传统的保温杯，它就只能尽量减少杯中饮料的温度的下降。那这个保温杯主要是利用无线充电来传递能量，再经由杯子里面的电路产生热量，维持杯子的温度。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应用。第2个应用就是无人机的应用。这个应用主要是让本来无人机的充电方便许多，未来可以加上自动侦测电量的功能。若发现电量不足，飞机本身就可以飞到指定的地点，那也不需要有另外的人来充电，把插头插上进行充电，它可以直接停在机坪上，让它利用无线充电来对电池充电，也相当省时省力。那最后一个应用就是棒球的应用。这个棒球是由台湾制造的一个智慧棒球。这个棒球主要的功能是能够计算投手投出的球速以及转速，并将资料传到指定的装置上。而一般投手在训练时，因为投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动作，所以他们在设计时，为了要让投手不会感觉到异状，所以为了保持球的本身的完整性以及投手的手感，一般都会使用有线充电的方式，并不适合。第一个就会造成的结果就是棒球上的一个洞会造成投手投出的球会有不一样的轨迹，所以必须要保持完整性。所以这颗球其实它是采用无线充电的方式，这样除了美观，也能让投手拿到球时更接近比赛用球的感觉，可以说是应用无线充电最好的一个例子之一。以上是对于无线充电系统的一个介绍，相信这门技术如果在未来应用在一些能量较低的应用上，就可以和猎能系统整合。谢谢大家。